一直跟着我干啥？饿了，给他整点。来，小伙子，吃饭了。这一趟趟的往我手上飞，就是不吃东西，可能就是一天没看到我了，想在我这里站2分钟。食物放这里，他马上就开始吃了。恶霸也过来了，这家伙今天被淋成落汤鸡了。昨天晚上下特别大的雨，一直下到现在，雨刚停一会儿，所以说我赶紧出来看一圈，这帮小家伙们都怎么样了。这个小恶霸肯定没啥事儿啊，狂风暴雨对他一点影响都没有，生存能力特别强。这个鸭子我发现它就不能出来，只要出来之后没完没了的叫，吵死人了。这是孵蛋去了，最近是它的孵化期，感觉它的脾气特别大。我们去看看鸭蛋孵化到啥情况了，好久没看了。我好像听到小鸭子的叫声了。哎，这黑不拉几的是啥呀？真是一只小鸭子，这么巧吗？我一过来就看到小鸭子出壳了。这黑不拉几的，一看就是3号的孩子，身上的羽毛还是湿的嘞，估计就是刚出壳一会儿。这一颗蛋马上也要出壳了，没有辅助它们也能自己出壳。另外这一颗蛋等一会儿照一下，我感觉晚一点要把小鸭子带到保温箱，但是又不忍心让它母子分开，主要是我这里养的各种小动物都有，小鸭子出去之后很危险，死亡率是很高的。哎，晚点再说吧。哎，你别一脚把孩子给踩死了，这家伙怎么看着都不靠谱啊。这个豆芽在这个位置也孵化了一窝鸭蛋，感觉应该有好久了，还没有出壳的迹象。等一会儿还是照一下，看一下啥情况。对的，我在这里找一个人，之前有一个兄弟是同城的，问我要鸭蛋。当时我说反正也没多远，到时候孵化出小鸭子直接送你一只。这一只小鸭子就是我给这个兄弟留的，但是后来我不管怎么找都找不到这个兄弟的联系方式了。这一只小鸭子已经长这么大了，如果这个兄弟看到了这个视频，赶紧联系我，我一直给你留着在嘞。这也是第一次出现小鸭子都这么大了，找不到它的主人了。这个雨的确是有点狠，看这个小兔子脚都脏了，没关系，明天就是大晴天了。这个一到下雨天，鸭子的优势就出来了，它们的羽毛可以防水，下再大的雨它们都不怕。但是兔子这些可就遭殃了。对的，晚一点我要把小颗鸭转到保温箱去，以防被这个家伙给祸害了。兄弟们，我要撤了，这个家伙在扯我的腿毛，我现在有点慌啊。这该死的狗子，这是你睡觉的位置吗？别人在这里晒个种子，你躺里面睡觉。这小子在家一刻待不住，又跑到另外一家去了。明天就把他拴起来。鸟中恶霸马上要挨打了，鸽子在里面做窝下蛋，它跑进去了，准备在里面睡觉。另外一只鸽子正在外面买装修材料嘞，赶紧回来帮忙了。平时喜欢欺负其他的鸟，恶有恶报啊，这叫。这一对好基友又换地方下蛋了，这一次直接把窝做在笼子里面了。我来看一下下了几颗蛋，刚下了1颗蛋，这还真会挑地方啊。另外一只把喜鹊赶跑之后，又去找材料去了。他们对这个孵化的执念已经达到了顶峰。但是今天我对一只喜鹊的恨意也是达到了顶峰，不是这个家伙啊，是一只野喜鹊，就是这一只又过来了。我现在终于能够理解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这个物种，今天真的是气死我了。我最近不是手养了一只魔术鸽吗？特别亲人。今天早上我放它出去玩的时候，被喜鹊给爆头了。等我发现的时候，头都被扯掉了。我之前从喜鹊嘴里救下那只小麻雀，也被他们给追丢了，到现在都没回来。虽然说麻雀和魔术鸽都特别普通，但是一早上灭了我2只，我现在是真的恨死这只喜鹊了。就这几天我拍摄到的喜鹊抓小麻雀的视频都有好几次了，我都习以为常了。但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，那真的就不是那种感觉了。
魔术哥是已经被我看到实体的，头都没了，麻雀被他们吓飞了，现在也不知道是死是活。所以说我对那只喜鹊的恨意已经达到了顶点，但是又能拿它怎么样呢？不是这个家伙啊，这几个家伙还小嘞，可能就是之前在我这里投鸽子蛋的那个家伙，胆大包天。最后我还是抱着那么一点点希望，看到哪里有小麻雀，赶紧过来看一下。我在外面到处找，结果发现这个家伙自己飞回来了。我好像看到它的尾巴没了，这又是一次死里逃生吗？又飞到这里来了，好像受到惊吓了，只要我一靠近它就跑，但是还是认识我。这家伙捡到它的时候也是从喜鹊嘴里救下来的，这一次它居然又逃了回来，这家伙真是命大呀！尾巴已经没了，大概率是被喜鹊给扯掉的，当然我们没看到，不敢确定。总之它这一次又是死里逃生，连续2次，我觉得它有主角光环。这季节附近全是小麻雀的叫声，哎，这该死的喜鹊！你们这4个家伙是准备啃老是吧？刚我说给土花梅搞点面包虫，结果这4个家伙一下就飞过来了，直接把那一只小土花梅给吓飞了。我刚刚把1盒面包虫都倒给他们了，还好，吃饱之后集体上树吃柿子去了。还有几只野八哥，这上面我已经分不清了。他们现在天天和野八哥混在一起，趁着这个功夫，赶紧找一下那一只小土花梅。看黄豆地里面好多土花梅呀，我猜我的那一只应该不在里面。哎，丝光和八哥也飞到黄豆地里面去了，正好，不要打扰我找土花梅。这几个搅屎棍，我真的是越来越头痛了。我已经发现它了，在这棵桂花树里面，找一下吧。在这里发现它了，这家伙别人捡到给我送过来，到现在养了差不多2个月了，还不会自己找东西嘞。所以说今天一大早就把它放出来了，锻炼它一下。饿了就赶紧过来呀，食物都给你准备好了。我猜它又饿了一早上，因为这个季节本来食物就不好找了，而且它学习的速度特别慢，现在每次还等着我喂它呢。不过问题不大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它慢慢的总会自己捕猎，只不过在这期间一定要小心流浪猫之类的，1号天敌呀。我把它从树上给拐下来的，还等着我给它喂吃的呢，到现在还没开始换羽毛，所以说在这个期间一定要给它增加营养，免得到时候营养不够直接暴毙的。一段时间没有给它挠痒痒了，我这手法还是这么熟练，它还是这么喜欢，很享受。趁着那几只搅屎棍飞走了，赶紧给它搞点面包虫，补充一下营养。哎呀，我也挺喜欢给它挠痒痒的，特别配合我。好了，我去给你搞吃的呢。放地上你自己吃吧，免得你总是让我喂你。一口气吃了7条面包虫，还没吃饱嘞。吃完了等一会儿给你拿吧，已经没有了。这个镊子真的是多功能的，可以给它喂食物，也可以给它按摩。不过还是没有我手舒服吧。等一会儿再给它拿一点面包虫，根本没吃饱啊。这家伙是今年尾窝的，预计最近直接给它放生有点不现实，等它一边换羽毛一边野化。我去找一下那几只搅屎棍，就剩它一个还在这里吃柿子，我估计其他的几只和野八哥一起飞到别的地方去的，也挺好的，最近飞得越来越远了。兄弟们，谁家有漂亮的公鸽子，给我整一个，招架不住了。我家的鸽子孵化出来的小鸽子青色，全是红色的，没有一个其他颜色的。上一窝的2只都这么大了，清一色的红色，要不是都送人了，现在我家有几十只同款鸽子，所以我决定把这一只公鸽子给换掉。上一次不是跟大家说这一对鸽子在老鼠堆里面繁殖吗？都这么久了，我怀疑这蛋是废蛋，等一会儿看一下，因为长得都差不多，我现在都有点分不清了，这是哪一只啊？
摇手，哎，那就是比较亲人的母鸽子，这一只我要留下。现在把这2颗蛋带回去做个产检，看一下啥情况了。这环境我招架不住啊，周边全是老鼠屎。不过因为是散养的，他们自己选的环境，我也没有干预，没办法。大兄弟，赶紧让开哦！我一拿蛋它就咬我。我只是帮你们做个产检，没事没事啊。你出去玩一会儿。看这环境真的是危机四伏啊！周边我还下的有老鼠夹，不过开关都关了。他们自己叼草在这里做的窝，刚把蛋拿出来，它就过来了。应该孵化了有10多天了。用手电筒照一下里面什么情况。看来的确是没有受精，我就知道是废蛋，因为拿在手里重量都不一样。一般正常情况下，孵化到第3天、第4天，里面血丝都特别明显的。废了废了，早知道下完蛋之后我就给它洗一洗，煮着吃了，那不香吗？这又浪费2个鸽子蛋，放在这里，等母鸽子过来看最后一眼，就把它们给丢了。母鸽子已经过来了，它好像还认识它的蛋呢。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，你这是假孕啊！看看吧，马上就丢了。然后谁家有多余的漂亮的公鸽子啊，给我整一个。我这不能每一次繁殖出来都是一样的，这个基因强大到让我头痛，每一窝都是一模一样的。现在把这2颗蛋丢了吧，最近要抓紧时间给这只母鸽子找一个其他品种的。今年的这2只小八哥脸皮是真的厚，你不管弄个啥，它都要过来看一下，胆子特别大。看，我把蛋给丢了，它们终于不进窝了。等着啊，我抓紧时间给你再找个对象，别急别急。自从柿子要成熟之后，每天都是各种鸟在上面偷吃啊。我过来找一下鸟，看一下八哥啥的有没有在上面。发现这货正在这里偷吃的，看，这个柿子已经吃了一半了。这里还有几只魔术鸽，你们几个吃粮食的待在这里干啥呀？水果又没兴趣。今年的柿子长得挺好的，不过越来越少了，都被这些小鸟给偷吃了。这个柿子已经被吃了一半了，已经成熟了。都这个季节了，蜜蜂还来凑热闹嘞。我们要小心一点啊，被蛰一口不得了啊！反正这些柿子每年我们都没摘过，全部都留给小鸟了。今天来选一个，等一会儿看一下狗皮膏药吃不吃柿子。这一个应该成熟了。就你呢，还破了个洞。这几只丝光椋鸟天天不是偷小鸡饲料就是偷面包虫，这几天又天天开始吃柿子，所以说它们也不跑了，就在家门口附近，反正总是有吃的。这里还有一只公的，母的去哪里了？看这吃的多开心呐，所以说根本饿不到它们呢。母的也被我发现了，都在偷柿子嘞。你们对比一下，母的是不是长得比较丑，公的颜色特别漂亮。走啦走啦，我们站在这里，其他的野生鸟想过来吃柿子都不敢靠近，不打扰他们。哎，你这家伙，你怎么不去吃柿子啊？在这扯我的多肉。这是饿炸毛了还是刚洗完澡啊？应该是刚洗完澡，也饿不到它。这2只小八哥也是天天飞到家里面去偷吃小鸡饲料，我去给他们做个消音器，可能家里放的饲料没有了，好久没做消音器了，不得已啊，不然的话他们天天偷吃我的多肉，难搞我。特别是这2只小八哥，自己天天也不出去找食物，准备啃老吗？哎，明年繁殖期到了，你们2个赶紧跑吧啊！这2只八哥就是今年别人给我的蛋，然后我孵化出来的，已经换好羽毛了。这一只丝光对消音器还有兴趣嘞，主动飞到我手上来了，把八哥都赶跑了。看，换好羽毛后的丝光椋鸟，太好看了，而且他们几个好像还偷偷的学会了说话，应该是和二驴学的。我听到过几次，不知道哪一只。消音器吃完了，放一个柿子放在这里，记住这个味道啊，吃完了就自己去摘，不要再偷吃我的多肉了。快去，都尝一下柿子的味道，食物太多了，总是偷吃我的多肉干啥嘞？这个丝光换好羽毛之后真的太好看了，
希望明年它们能在我们家附近繁殖，预计不出意外的话不会跑。回家休息一会儿，太吵了，一群麻雀都在偷狗子的饭吃，叽叽喳喳的，太多了。狗子，想吃东西吗？来，过来，给你搞一点你从来没有吃过的东西。中秋节没有吃完的月饼，据说今年的月饼都没人吃了，是真的吗？我一直觉得月饼还挺好吃的，看这个颜色就挺好吃的。我先来一口。哎呦，这味道还可以啊，味道还不错。又来了一口，剩下的给狗子吃，狗子不吃，给隔壁的猫吃。隔壁的猫是闻到味儿了是吧？我一说要给狗子搞好吃的，它就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了。来试一下，看狗子有没有兴趣。这么好吃的，你咋不吃嘞？我都干2口了。还是这个猫不挑食啊，给它马上就吃了。谁说这个月饼不能吃的？看我和猫吃的多香。给你的时候你不吃，人家猫吃的时候你还在旁边流口水。来，你吃你吃，我就不信了，狗子连月饼都不吃。它好像觉得有毒一样。算了吧，让猫吃。那个猫吃了2口也不吃了，看来它们对这个月饼都没啥兴趣啊。等一会儿给果冻试一下。今天早上太阳挺不错的，好像升温呢。看他们俩玩的多开心。今天还没赶喂吃的嘞，马上去搞点火腿肠给狗子吃一下。这狗子太挑食了，它特别喜欢吃那个鸡肉牛肝，但是每周只能给它吃1次，不然的话养不起啊。这火腿肠它也不吃，等会儿给隔壁的猫吃吧。猫怎么也不见了？然后再搞个月饼给果冻试一下，它是不挑食的。完了完了完了，这个月饼连果冻都不吃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我吃起来味道还可以啊，你也不吃是吧？你们这一个个的现在生活过好了是吧？连月饼都不吃，算了吧，放这里让蚂蚁吃，要不是狗子舔过，我就把它给吃的。其实味道真的还可以哦。兄弟们，再过几天就要放国庆节了，你们有什么安排吗？猜一下，我拿刀去干啥？这不，国庆放假哪里人都多，所以说嘞，我准备去山上砍一根竹子，做一根鱼竿，没事儿在河里面钓钓鱼，多省心呐！路过河边的时候，先过来看一下资源怎么样。好久没来这里钓鱼了，就你们钓鱼佬的专业程度上来看，这里的鱼情怎么样？有没有搞头啊？对的，顺便让贝贝在这里面洗个澡，又节约了不少水。走吧。哎呦，刚到河边，看我看到啥了？一条搁浅的小白条，这还挺大的吧？看这个块头，和贝贝差不多长了。还好遇到我了，你运气真好。放生，早点回家。从这个情况上来看，这里的鱼真的很多啊。看来在这里钓鱼是没有错，可惜今天鱼竿都没有。这个家伙胆子有点小，也不洗澡。算了算了，我们还是去找鱼竿。在山边捡了一根，刚加工了一下，其实还可以，就是太重了，不要了。山上好多小动物啊，刚刚2只小松鼠在这里吃板栗，可惜它们的速度太快了，没拍到，尾巴特别大。这些板栗都没人要，都是野生的，所以说基本上都是被野生动物给吃了。这玩意儿居然没被野生动物给搬走，山上也挺多的，可能是还没成熟吧。我们就在这个位置找一根趁手的兵器，砍了2根，加工出来看一下什么情况。感觉一般般呐，这一根挺长的，但是有点重，不合适不合适。这一根稍微好一点，哎，但是不喜欢呢。再找一下，这一根还可以，就是有点短，差不多1.8米这个样子，将就一下吧。反正我对钓鱼没啥讲究，爱上不上。看，在旁边的地上还看到一个鸟窝，这真的是走哪儿都能碰到啊。这是白头杯的鸟窝，应该是别人在这砍竹子的时候给它弄掉的。
是个空的。走吧走吧，我的目标鱼竿已经找到了，可以回家了。等这几天有时间就过来钓鱼。回来了，这狗子真聪明，它知道我带着贝贝，它今天干脆不跟着我一起了。回来之后看到贝贝在我头上，它立马离我远远的，它也害怕把贝贝给吓着了。好，国庆节放假，到时候钓鱼我就带你去。这一下你跑不了了吧？这该死的兔子，一天要越狱800次。刚在别人家菜地偷吃南瓜，被我逮到了。回来之后，我把布丁以前小的时候的铁链找出来了，这一下终于派上用场了。狗链拴兔子，你们见过吗？这家伙天天越狱，在野外待了很长时间，现在野性越来越明显了，和我也不亲了。刚刚我还说用铁链拴着，带它出去吃吃草，培养一下感情。没想到失去自由的他沉默寡言，动都不愿意动一下。看一下你的小伙伴，不听话被拴起来吧？你要是不听话，结局也是一样的。来，过来，狗子，交给你一个任务，你带着兔子出去溜达一圈，培养一下感情。我觉得自己真的是一个人才，看这样把它们拴在一起，兔子就跑不掉了吧？而且特别安全，还有一个保镖。本来我是想让布丁带着兔子玩的，结果你们看一下，这反客为主啊！兔子把布丁带着到处跑，越跑越远。还好拴着在，如果不拴着，也不知道兔子又跑到谁家的菜地去了。这狗子也是个奇葩，居然被一只兔子带着到处跑，兔子去哪里它就跟到哪里。这是产生分歧的吗？我们看一下谁听谁的。看，最终狗子还是跟着兔子。这不满足狗子的愿望了吗？它就喜欢和兔子玩，这一下想跑都跑不掉了吧？不过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，先把狗子给放了，兔子肯定是不能拴着的。事实证明，兔子散养久了不互动真的不行啊！这家伙现在是越来越野了，而且自从我的菜地被我挖出来种菜以后，它没地方吃草了，就去别人家的菜地天天偷。每次我去抓它的时候，它都跑得特别快。它知道我要把它关起来，但是放在外面肯定是不行的。来，你们俩现在可以在一起玩一会儿。我猜这狗子看到兔子都有心理阴影了。看，它直接换地方了。长这么大，被人牵着也就算了，今天被兔子牵着。好喽，你也可以被关起来的，大概率这个狗子以后不会和你玩了。你小子记住了啊，以后不要什么动物都过来凑热闹，指不定下次是啥动物溜达你了。差点忘了，刚刚装兔子的这个箱子还放在这里忘拿了，这狗子还在这里帮忙守着嘞。谢谢你啊，你真是一条好狗。箱子带回家放好之后，发现狗子这样看着我，干啥呀？你这是咋啦？没小伙伴玩啦？哦，我知道了，饿了，今天还没喂嘞。这个好说啊，我去给你搞点吃的。等一会儿啊。从蛋孵化出来的小八哥真的特别亲人，我都1、2个月没管他们了，我去哪里他们还是喜欢跟着。这不，我出来逛了一圈，他们2个又跟过来了。不过最近在换羽毛，飞行能力不强。过来。其实我是不想让他们上手的，这2个家伙有一个特点，特别喜欢咬人。哎呦，太痛了，也不知道跟谁学的。好肥呀，这一只基本上都放着在，天天都在偷饲料和面包虫吃，也不自己找食物。这是另外一只，换毛比较慢一点，最近把它关到笼子里面，关了差不多有1个月了。哎呀，原因太多了，没法说。飞行能力它也比较弱一点，所以说也算是对它的一种保护。等羽毛换好之后，就不用管它了。这2个家伙自己偷偷学会了说话，会说过来，别的没听到，没教过。飞一下。以前他们俩形影不离，自从把另外一只关了1个月，现在他们都各玩各的，见面就打架。看，刚刚逛到这里，别人正在浇花嘞，他们2个估计渴了，也不客气啊，直接飞过去就开始喝水。有一只还试图进桶里面洗澡，
羽毛换好之后，到明年春季要进行野化训练了。走了，去别的地方。等到时候他们和野生的八哥多混一段时间就好了。然后你们看一下啊，我到田里面来了，我围着这个玉米杆转圈圈，他们两个一直跟着转，追着我，就怕我把他们给丢了。今天这么亲人，我觉得有点反常。等一会儿回去看一下，是不是面包虫吃完了。这围着这里转，再转2圈，我觉得我可能都要转晕了。走了，回去。刚还给他们抓了几个蚂蚱，我回去看一下到底什么情况。今天这么亲人，回来之后一看，的确是放的面包虫都被他们吃完了。然后昨天买回来的面包虫还没拆开嘞，他们吃不到，难怪这么亲人。但是也难不到他们哦，就一会儿的功夫，袋子就被他们啄破了，开始在吃了。好吧，从现在开始有吃的，又不会理我了。总之吧，这些家伙就是谁能给他提供食物，他就跟谁好，其实一点感情都不讲。要说有感情，也就贝贝对我是真爱。他的羽毛也换好了，一出来把2只小八哥都吓跑了，每次出来都要暴揍他们一顿，所以说现在已经怕他了。前段时间大家都说他丑嘞，现在不丑了吧？而且这个羽毛还没有彻底换好，凤冠还会再高一点，再等几天就差不多了。就他是真爱呀，也不咬人，也不问我要吃的，特别棒。你们能够听出这是什么鸟的叫声吗？一只红嘴蓝雀的幼鸟，叫声特别明亮，在这个草丛里面。我刚才在这个山上面就听到竹林里面有好几只红嘴蓝雀的幼鸟在叫，然后下来之后发现草丛里面也有叫声，肯定是学飞的红嘴蓝雀，然后掉下来了。找一下，就在这个位置。刚才叫声就是从这里面发出来的。哎，在这里看到了，的确是学飞的。哎，挺怕人的。我们给它捡起来放到树上去，不然在这个位置不是被蛇给吃掉了，就是被猫给吃掉了。在这里，它胆子好小哦。一般这种在户外我们听到它一直在叫，基本上就是一种情况，他们的父母长期没有喂它们，特别饿，不然的话它们都是很安静的。它好怕我啊，抓也抓不到它。现在看得清楚了吧？这上面是一片竹林，每年都有红嘴蓝雀在这里筑巢，所以说掉到这个位置也属于很正常的现象。哎呦，没抓到嘞，它还直接飞走了，这也太怕人了吧，野性十足啊！要不是担心它被猫给吃掉，我真的不想管它。我从玉米地一路追它，稍微靠近一下它就跑了，飞又飞不起来，又跑到别人家菜地来了，看起来就不太聪明的样子。我已经听到他们父母的叫声了。这一次我们稍微慢一点，看我一下把它给抓住，然后放到树上去。中！哎呀，终于把它给抓到了。这倔强的小脾气，可急死我了。看它这个长相，明显就是不太聪明的样子，像个青蛙一样。你说你飞不起来，还喜欢到处乱跑，怎么不躲起来嘞？看，这就是他们的父母，刚才一直在旁边着急的大叫嘞。哎，把它放到这一片竹林里面去，这样就安全很多。每一窝小鸟里面总有那么1到2只比较笨，所以说它们基本上成活率很低。我们适当的辅助它们一下，下次别让我遇到你了啊！走你，还是可以飞的哦。看，站在树枝上，只要它们站到树枝上，那基本上就算是比较安全的。然后母鸟再喂它们2天，它们的飞行能力就会越来越强，基本上就安全了。这一片竹林每年都会有红嘴蓝雀筑巢，听一下，他们的父母已经在召唤他们了。好。
好了好了，我们只能帮到这里了，祝他们好运。赶紧把水倒掉了，看一下，还好还没死。我真的是打死都想不到，有一天这个家伙会钻到这个瓶子里面去。被我发现之后，赶紧把水给全部倒掉了。刚才我试图把它给倒出来，出不来呀，然后又拽他的腿，他拼命的挣扎，我怕把他腿给扯断了，所以说我准备把瓶子给锯开。这下好了吧？浪费我一个储存水的瓶子，不过这个家伙还活着，也是万幸。求生欲特别强，爪子的抓力还行，应该是没啥事儿。这要换成其他的鸟，可能早就淹死了。我真的很好奇，它钻到瓶子里面是去干啥去了。还好我要拿桶给鸽子换水，结果就发现这个家伙在里面。一开始我还想着肯定救不活了，赶紧把水给倒了，没想到它还是活的。找个笼子先把它关起来，然后让它羽毛晾干。现在温度特别高，不需要用吹风机给它吹。就这里吧，可能半个小时羽毛就干了。等一会儿我们再过来看一下，看起来问题不大。我之前不是给大家说我们这边长期停水吗？所以我买了很多桶装水。这个桶用完之后，等有水的时候会储存很多水，喂鸟啊、喂鸡啊、喂鸭子啊都可以。结果就出了这事儿。要说别的鸟往里面钻，我还想得通，这玩意儿钻进去干嘛呀？而且我发现桶里面还有一块肉，我怀疑是不是他想把肉藏到桶里面去，然后掉下去了。现在外面的温度很高，在外面吹了半个小时的风，羽毛基本上已经干了，不过状态还是有一点点差。来试一下你现在的这种状态，敢不敢动鸽子？其实平时它也不敢啊，血脉还没有觉醒，不然的话早都把它放到山上去了。这一只鸽子就不能看到我，看到我之后不停地转圈圈。来呀，攻击伯劳啊！它不敢，有血脉压制。给它整了一个面包虫，它直接飞到树上去了，看起来是没啥事儿啊，状态没有正常的时候好，不过相信过几个小时就会恢复，已经没啥事儿了，救回来了。我又捡到小鸟了，身上湿漉漉的，一只刚学飞的黄藤鸟。昨天也是下了半天的暴雨啊，积水挺多的。我刚刚吃完饭，骑着我的小电驴，说带布丁出去溜达一圈，结果就在这边发现这个家伙在水坑里面。还好水不是特别深，不然的话它已经淹死了。正常情况下，这种学飞鸟如果不是因为它的翅膀打湿了，基本上是抓不到的。我已经听到了它父母的呼唤，就在前面那一片菜地里面。哎，这里刚刚我看到还有一只，布丁闻了一下它，一下就钻到这一块红薯地去了。看来这是一窝啊，都在这里。我已经看到它的父母了，好着急呀，在那里叫的。这家伙也是真奇怪，孩子掉到水沟里面，不管不问，被我救起来了。他现在着急了。本来我准备把这个家伙直接放了的，但是这身上湿漉漉的，离家又近，我决定带回去用吹风机给它羽毛吹干了再带出来放，这样它的生存几率更大一些。正准备回家的时候，你们看我在这里又发现了一个啥？菜地里面捡了一颗蛋，也不知道是鸡蛋还是鸭蛋，已经爆浆了，就原地放生吧。给这家伙带回来，我刚回家拿个吹风机的功夫，它就跑了，飞又飞不起来。用吹风机把它身上的羽毛吹干，这样它生存下来的概率就会大很多。最近经常下暴雨，加上鸟都在繁殖最后一窝，所以幼鸟还是挺多的。没有被我们遇到一个算了，适者生存嘛。要是遇到了，偶尔给它辅助一下，它就可以活下去。主要要把它肚子上的羽毛给吹干。这种幼鸟肚子上经常都是光秃秃的，受凉之后死亡率是很高的。现在全身的羽毛已经被我给吹干了，是不是立马就不一样了？看起来呆萌呆萌的。而且我用吹风机给它吹羽毛的时候，它好像特别享受，一动不动。现在带去放生。户外碰到这种幼鸟，什么地方捡到的，就在附近找合适的位置放生。这一块离马路稍微远一点，而且遮挡物比较多，就在这儿给它放了。
哎，我发现这帮家伙特别喜欢这一块红薯地呀，这只也钻到红薯地去了，飞行能力还挺强的。而且它的父母又过来了，已经发现它了，我们赶紧走。这货有点过分了，走的时候，还在我手上拉一坨大便，擦干净，带狗子去玩。这一条没人要的流浪狗也追过来了，怎么就没人把它捡回去养着呢？天天跟着我们家布丁。带布丁在这个路口吹吹风，挺凉快的。不过我总感觉要下暴雨了。那一条小狗子已经跑了，出来还不到10多分钟，下大了，丢了，回家去。希望那个小家伙能挺过这一场暴雨，祝福他吧。